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经常有小伙伴反映想做面包，家里没有烤箱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这回教大家一个不用烤箱就可以做面包的方法，只要有平底锅就可以做面包哦，简单易上手，做出来的面包松软拉丝，不比外面买的差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和面，碗中打入2颗鸡蛋，加入150毫升纯牛奶，加入5克酵母，加1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，然后加入35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给它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这样一个比较柔软的面团，盖上盖子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的面团已经形成了一层粗膜，但是还不够。这时我们把面团按扁，在中间按出一个窝窝，然后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30克融化好的黄油，再下手揉匀，让黄油完全融入面团里。这里没什么讲究，想怎么揉就怎么揉，给它揉匀就可以。然后面板上倒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，再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，给它揉出手套膜。刚开始揉的时候比较粘手和粘面板，这时我们可以在面板上倒少许食用油，然后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这样就不会粘手又粘面板了。这里千万不要加面粉了，不然做出来的面包不够松软，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手套膜。直到拉开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就可以了。全程大概需要揉10分钟左右，再把面团揉圆，最后揉成这样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就可以。再放入大碗中，用手轻轻按扁，把表面按平。再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这样等一下面发起来的时候就不会粘到保鲜膜上了。再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卡士达酱，碗中放入2个鸡蛋黄，加入50克白糖，用单抽搅拌均匀，让蛋黄和白糖完全混合在一起，搅拌至白糖融化。白糖融化后，加入30克玉米淀粉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搅拌成没有淀粉颗粒的面糊就可以。先放一旁备用。小奶锅中倒入300毫升纯牛奶，开小火把牛奶加热，烧至锅中牛奶冒泡泡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然后给它关火，再把牛奶倒入大黄糊的碗中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、没有颗粒状的淀粉水就可以。再倒回小奶锅中，开小火把牛奶加热。现在就要不停地用蛋抽搅拌了，防止糊锅底了。一直这样搅啊搅啊搅，随着温度的升高，牛奶糊会慢慢变粘稠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、呈现透明状就可以。再把它倒入大碗中，用刮刀整理一下，像这样我们的家庭版卡士达酱就做好了。再盖上保鲜膜，放冰箱冷藏着备用。现在的面已发酵好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尽量多揉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。
然后再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用刀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50克左右。切好之后，依次把每个面剂都揉匀，放面板上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整理成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先放一旁备用。全部做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。然后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稍微擀一下，擀成中间厚、边缘薄的面片，像这样子就可以啦。然后取出刚做好的卡士达酱，用勺子舀一勺，放到面饼上，不用放太多。然后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，把收口处捏紧实了，防止漏馅。然后再放回面板上，封口处朝下，给它好好整理一下，把面团整理圆润一些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然后准备一个平底锅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边缘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然后把生胚放入锅中，像这样转着圈的摆放。全部放完后，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体积明显变大了许多。用手指轻轻按压，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发酵好了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小火，先烙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盘子，在底部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这个盘子底部都刷满食用油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烙至一面定型，给它翻一面，像这样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盖在上面，再倒扣过来，然后放回锅中。再盖上盖子，用小火焖5分钟。5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再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帮助它翻一面，再放回锅中。再盖上盖子，烙2分钟。这时每隔2分钟给它翻一下面，全程都要用最小火。烙至面包表皮金黄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熟了。再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把它取出来，在表面刷上一层蜂蜜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加香甜，而且颜色也会更加好看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平底锅面包就做好了。用手撕开，面包中间都是拉丝，趁着热气腾腾的时候咬下一口，味蕾瞬间就被征服了。吃起来外酥里软，外皮里面包裹着卡士达酱，非常的香甜好吃。放置温热，把它装进保鲜袋里密封保存，放凉了也不会硬。用平底锅就能够简单的做出美味的面包了，不仅比面包店里的健康多了，而且成本也低了很多，这样自己吃着也放心安全，也可以自己控制用量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 like，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吧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美厨娘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